这个片段小伙伴们应该都比较熟悉，它是皮克斯动画电影常见的片头，里面跳跳灯的原型也是来自于皮克斯的第一支动画短片《顽皮跳跳灯》。自1986年从卢卡斯影业独立出来之后，皮克斯工作室上映了25部长篇动画电影，而且几乎每部作品都是奥斯卡的热门，比如《玩具总动员》系列、《飞屋环游记》、《心灵奇旅》等等。虽说是动画片，但它并不纯粹是逗小孩子开心，很多影片传达的情感内核甚至深深地触动了成年人，这可能也是它叫好又叫座的原因之一。今天咱们通过心理学角度来看看皮克斯动画讲述的心智成长课。这5个小人分别叫怒怒、燕燕、乐乐、帕帕和悠悠，他们生活在小女孩莱莉的大脑里，没错，就是大脑里。事实上，这5个小人是影片对人们不同情绪的具象化设定。咱们做决定的时候，经常会想象大脑里有2个小人在打架，影片就是用这种拟人化的手法讲述情绪、记忆是如何运作的。据说导演在制作影片时，曾多次咨询过美国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这位大神主要研究情绪和面部表情，还开发了一套面部动作编码系统来解读情绪甚至测谎。看过美剧《别对我撒谎》的小伙伴应该知道，里面男主角的原型就是他。根据研究，艾克曼把人的基本情绪总结为快乐、悲伤、愤怒、厌恶、惊讶和恐惧6种。除了惊讶，剩余的5种情绪刚好对应着影片的5个小人。这5个小人在大脑总部轮流操控着情绪控制台，然后分别产生不同情绪的记忆球，比如黄色球代表着快乐的记忆，紫色球代表着恐惧的记忆。不过这些记忆球并不是永久保存的，一些无关紧要的记忆球会逐渐褪色，然后被记忆整理工清理掉，而真正重要的记忆会变成核心记忆球，输送到核心岛屿。这些岛屿就塑造了莱莉与众不同的性格。总部有点像大脑的边缘系统，主要包括海马体、杏仁核、丘脑、下丘脑等一系列结构，它的功能跟人的情绪、行为和记忆有关，这些功能跟影片的设定刚好一致。先看情绪，控制台对应着边缘系统的丘脑，这个结构负责把感觉传送到大脑皮层，然后做出相应的反应，相当于是感觉传导到中转站。而5个小人应该是杏仁核，因为它负责对情绪进行加工，包括情绪的感觉、记忆和表达，比如帕帕产生的恐惧情绪记忆让莱莉跳过了地上的电线。另外，记忆就是海马体的工作了，它会判断哪些记忆不重要，可以被丢掉，这就是短期记忆；哪些记忆可以被输送到核心岛屿，变成长期记忆。不过影片中每个记忆都是独立的个体，这个设定跟记忆的原理有些出入。真实的记忆应该是由神经元组成的网状结构，它们之间有错综复杂的连接和交流。这也是为什么你有时候会把张3记成李4，把周2的事儿记成周3的事儿。最后，核心岛屿代表着不同的人格特质，比如淘气岛代表着探索精神，诚实岛代表着道德品质，友谊岛代表了人际关系。从情绪到记忆球再到核心岛屿，生活环境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一个人的人格特质。不过除了环境，影片没有提到的基因也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人生下来并不是单纯的一张白纸，遗传信息已经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影片也传达了一个观点，5种情绪没有好坏之分，而是一种微妙的共处关系，这样才能正确的认识、表达和管理情绪。当然也不要忘了，在你悲伤、厌恶、愤怒的时候，负责快乐的乐乐一直在努力把你从负面情绪中拉回来。所以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了。小男孩米格有个音乐梦，但他出生在一个皮鞋世家，而且因为他的高祖父年轻时为了追求音乐梦想而抛弃了妻子和女儿，高祖母深恶痛绝，撕掉了所有高祖父的照片，并且禁止整个家族的人玩音乐。一个意外让米格进入了亡灵世界，想要回去必须得到已故的家人的祝福，于是他开始寻找自己的高祖父歌神德拉库斯。但在寻找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高祖父并不是歌神，而是一个快要被世人遗忘的落魄歌手。如果被现实世界的人遗忘或者不再被供奉，那他就会灰飞烟灭，也就是影片所说的真正的死亡。通过沟通，米格揭开了深埋在几代人心里的误会，原来高祖父并不是抛弃妻子，而是在他要回家的时候被歌神枪杀了，所有的作品也被歌神抢走了。带着真相，米格回到了现实世界，但太奶奶已经记不起微笑中离世，高祖父也终于在亡灵世界中见到自己的女儿。据说原本这部影片涉及到亡灵题材是不能被引进的，但是在过审的时候看哭了审核人员，于是就破例了。虽然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属实，但催泪这个结论我是真的没法质疑。影片披着梦想的外衣，讲述了一部感人至深的亲情戏。小男孩米格追寻梦想的过程，也是原生家庭自我疗愈的过程。
我们每个人都和自己的原生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原生家庭的影响就像父母的基因一样，刻在了我们的人格特质、行为模式里。米格的父辈们就是原生家庭复制粘贴的真实写照，一代一代只爱做鞋不爱音乐。不过到了米格这一代，出现了戏剧冲突，也撕开了有毒的原生家庭的遮羞布。苏珊·福尔德在《原生家庭》里提到，健康的和有毒的家庭体系最大的区别在于，家庭成员作为个体拥有多少表达自己想法的自由度。健康的家庭推崇个性、个人责任和独立，鼓励孩子发展自己的满足感和自尊心，这在米格的家庭里显然是不存在的。不过在误会一点点解开后，原生家庭与独立个性逐渐达成了和解。就像高祖母伊梅尔达给米格的3次祝福：第一次，我祝福你，但你以后不能碰音乐；第二次，我祝福你，但永远别忘了你的家人有多爱你；第三次，我祝福你没有任何条件。从绝对的控制到有条件的爱，再到放手和尊重，亲情的微妙转变令人向往和感动。不过现实中的原生家庭，父辈们几乎不可能承认自己的错误，更不可能妥协让步。我们也很容易像刚开始的米格一样，表面顺从，内心抵抗。其实在成年之后，原生家庭的影响会越来越小，但很多人还是会复制父母的那一套观念和行为，或者保留着童年的思想和感觉。这就好比原生家庭关上了一扇门，你自己又加了一道锁。跟这种做法比起来，培养成人自我状态或许是更好的选择，就是可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有理性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对问题做出合理的分析和决策。这些并不是为了证明谁对谁错，而是本着求同存异的态度，你可以做自己，父母也无需改变他们的样子。继《头脑特工队》之后，导演比特·道格特又执导了《心灵奇旅》，同样大获好评。这部影片的主题甚至有几分哲学的味道。男主角乔伊是一位事业还算稳定的中年男人，但他不甘心只做一个中学音乐教师，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爵士音乐家。这天，乔伊得到了一个跟爵士乐传奇人物多西亚同台演出的机会，这可是离梦想最近的一次。不过得意忘形的他一不小心掉进了下水道，丢了性命。出于对梦想的执着，乔伊并不愿意去投胎，而是偷偷来到了心灵学院。心灵学院的灵魂没有完整的人格，需要在心灵导师的帮助下找到属于自己的火花，才能拿到去地球的通行证。乔伊被误认为是一位心灵导师，需要帮助代号22找到火花，但这个22是心灵学院出了名的钉子户，对任何事儿都没有兴趣，也懒得去市场走一遭，所以一直找不到火花。又是一次意外，两人一起来到了地球，不过22魂穿到了乔伊的身体上，而乔伊则变成了一只猫。就这样，22体验了一次活着的感觉，而乔伊则以旁观者的身份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短暂的生活让22觉得精彩无比，他似乎也找到了自己的火花，喜欢吃披萨，喜欢跟人聊天，喜欢坐在路边感受阳光和落叶。但乔伊却告诉他，这不是人生目标，只是平庸的活着。拿到22的通行证后，乔伊回到了地球，也如愿以偿地跟多西亚同台演出。但这个苦苦追寻的梦想实现后，乔伊反而迷茫了，因为他感觉不到任何不同。看着22收藏的披萨边、棒棒糖，回忆起生活的点滴细节，乔伊终于意识到自己错了。皮克斯很喜欢借梦想的话题，表达更深层、更抽象的概念，而且也总能触碰到人们心里的那个点儿。心灵奇旅通过2种完全对立的人生理念来探讨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不仅不励志，甚至还有点反励志的意思。我们从小到大总是被一些过来人教导，每个人都要有为之奋斗的目标，要成为像乔伊那样的人。如果没有目标或者没有实现目标，那就是个反面教材。但更多的人，包括我，其实跟22一样，没有太大的欲望和抱负，只想每天安安稳稳、开开心心的活着。2种人生没有对错，但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价值导向逐渐同质化，都想挤在独木桥上过河，争取相对短缺的优质资源。像之前比较火的内卷、躺平、鸡娃等热点，都是这个现象的真实体现。这个时候，22这类人就会变得焦虑、迷茫，甚至产生一种没有价值的负罪感。活在当下的意思也从豁达的人生态度变成了不求上进、破罐破摔。原本执着于目标是一件很累的事儿，但现在连普通的活着也变得不那么舒坦了。影片用火花重新诠释了生活的意义，它并没有反对目标，生活需要目标，但我们也要清楚，我们不是为了目标而生活。就像乔伊的爵士乐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还有美味的披萨，一起聊天的朋友，关心自己的父母，午后宁静的阳光和落叶。另外，乔伊实现了目标，但现实中有多少人无论怎么努力，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普通人呢？而作为一个普通人，就真的只能郁郁寡欢、潦草一生吗？我觉得不必被焦虑内耗，也不必被执念裹挟，因为在我们想要生活的那一刻，火花就已经被点燃了。皮克斯动画的成功并不是来自于它的 IP 效应和动画技术，而是这些心理学主题的作品总能与观众产生共情。
当然，除了对心理学概念的解读和艺术升华，影片也真实地反映了当下最普遍的心理困境和情感需求。所以在我们焦虑了、困惑了、压抑了、emo 了，都可以看一看皮克斯的动画电影，没准能找到一些心灵上的慰藉。公元前219年，有个叫徐福的人找到了秦始皇，跟他说自己有个项目，做成了可不只是收获金钱美女这么简单，那可是直接升天，直接成仙，也就是长生不老。现在呢，就缺点启动资金。秦始皇一听有点意思，心想自己金钱美女权力地位都有了，无奈这身体硬件跟不上，有再多也无福享用，等于是看着干着急。于是当下决定，这个项目我投了，这项目我投了。然后徐福就拿着融资来的钱和人东渡瀛州寻找长生不老药。投资嘛，终归是有风险的。徐福一去再无音讯，秦始皇还没拿到分红就先挂掉了。但自从秦始皇带了节奏之后，修仙这个事儿就变成网红活动了，汉武帝、唐太宗纷纷打卡，只可惜都不了了之。所以说从古至今，人类在寻找长寿密码的道路上就没停过脚步。不过跟古代的科技不够，神话来凑不同，现在人们研究的方向和手段更科学严谨。2009年，有一位叫伊丽莎白·布莱克本的教授，凭借发现端粒和端粒酶如何保护染色体这一成果，解开了人类衰老的奥秘，这也让他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后他把研究成果写在《端粒效应》这本书里。今天咱们就揭开人类衰老与寿命的神秘面纱。我们会发现有些人老得快，有些人老得慢，有些老人童颜鹤发，精气神十足，有些年轻人未老先衰，下个楼都得心肺复苏。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先来看看衰老的过程。有个哲学典故说，一条船今天换个侧板，明天换个龙骨，直到有一天零件全部换了一遍，那这条船还是不是原来的船？人类的身体就好比是这条船，身体除了神经组织之外，其他部位的细胞每天都在通过分裂的方式更新，也就是说每过一段时间你就是全新的自己。如果细胞每次分裂都没有变化，分裂次数也可以无限累加，人就不会老也不会死。问题就在这儿，细胞是会衰老的，分裂的次数也是有限的。1961年，生物学家海弗列克发现，在营养充分的情况下，人体细胞分裂的极限也只有50次左右，这叫做海弗列克极限。细胞停止分裂之后，就意味着一个人真正进入了衰老期。为什么人体细胞分裂次数有限呢？就要说说端粒这个东西了。咱们都知道，人体细胞有23对染色体，携带着人类的遗传信息，主要由 DNA 和蛋白质组成。端粒位于染色体的末端，它也是由 DNA 和蛋白质组成。但不同的是，端粒的 DNA 在细胞分裂时不参与编码，说白了，它的作用就是保护染色体，就好比是鞋带两端的塑料头。细胞每分裂一次，端粒就变短一点，直到它短的不能再短了，细胞就停止分裂了。端粒的长度反映了细胞复制的潜能，所以它被称为细胞寿命的有次分裂中。端粒的长度跟基因有关，不过人们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端粒最短的平均年龄是75岁，这也是死亡率最高的年龄。看来人类是被端粒扼住了命运的后脖颈，卡得死死的。不过布莱克本也通过实验发现了好消息，他发现一些丝膜虫在细胞分裂的时候，端粒并没有变短，反而还变长了。很快他发现人体内也有一种物质可以降低端粒的磨损，那就是端粒酶。可惜它的活性有限，除了造血细胞、生殖细胞等不断分裂的细胞外，其他细胞分化成熟后，端粒酶的活性就逐渐减弱甚至消失。大家可能会想，既然这样，那就缺啥补啥呗。不过布莱克本教授不建议补充端粒酶，因为它会打破人体细胞的平衡，可能诱发一些疾病，比如癌症。癌细胞咱们都知道，就是不受控制的变异细胞，可以无限分裂。现在用于肿瘤研究的癌细胞还是海拉细胞，1951年从一位黑人妇女海瑞塔·拉克斯体内提取后，一直分裂至今。端粒的长短跟基因有关，不过也受环境的影响。有个现象是，如果一个人的家里发生了变故，那他有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甚至一夜之间苍老很多，一夜白头真的不是夸张的形容。端粒效应的第二作者埃佩尔本身就从事心理压力研究的工作，他发现一些长期照顾生病孩子的妈妈特别显老，于是布莱克本测量了这些妈妈的端粒长度，发现了3个现象：一、照顾生病孩子的时间越长，端粒就越短，不过也有一些人例外，虽然照顾时间长，他们的端粒似乎并没有缩短。2、觉得自己照顾孩子的压力特别大的妈妈端粒最短。3、觉得压力最大的妈妈们，她们端粒酶的活性也很差。所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压力并不是影响端粒的因素，影响端粒的是应对压力的反应，也就是压力管理，而且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人们在面临压力的时候一般会有2种反应，
一种是威胁反应，一种是挑战反应。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两种反应的区别。比如你明天要考试，但是没复习，如果是威胁反应，你就会紧张焦虑，感觉胸口上压了一块石头，喘不过气来。如果是挑战反应，你就来劲了，像打了鸡血一样去复习。这些不仅仅是心理压力，更像是生理反应。事实如此，威胁反应让血管收缩，血流量减少，另外心跳加速，血压升高，迷走神经活动下降，你会觉得身体僵硬，手脚冰凉。反过来，挑战反应也会让你心跳加速，血压升高，但血管不会收缩，而且血液含氧量提高，有更多的血液流向大脑和四肢，以便调动全身来战斗。端粒缩短的快慢就取决于不同的生理反应。怎样才能把威胁反应变成挑战反应呢？书中提到了爱杜克的认知解离法。一、语言距离法，就是把自己抽离出来，以旁观者的身份跟自己对话，这样不会陷得太深，还能正向引导自己。二、时间距离法，就是看远一点，想想10年之后这个事儿还能有什么影响，没准10天之后你都已经忘了。除了短期的压力会让端粒变短，长期的心态也会影响端粒长度。书中提到3种典型的负面情绪。第一种敌意，这种心态一般在强势的人身上比较常见，就是觉得别人处处针对自己，领导穿小鞋了，同事挤兑了，老婆不理解了，孩子不听话了，这会让自己跟别人的关系变差，心情自然会不好，从而影响健康。第二种悲观，这种人遇到事情总会有负面的预期，所以一直处于消极的情绪状态。我们看那些长寿的老人，生活习惯好像并没有多健康，有些老人甚至抽烟、喝酒、吃肉3大爱好，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心态非常好，把生活琐事看得很淡。2019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乐观的生活态度会让你更加长寿，并增加活到85岁的可能性。第三种，胡思乱想。据统计，人们在做事的时候，50%的时间都在走神。咱们之前提到过，走神本身就比专注更消耗大脑能量，而且人们往往想的都是负面的事情，就是无形中给自己增加压力。要摆脱这3个负面情绪，除了上面提到的语言距离法，我们还可以用专注当下的事儿来取代负面情绪。一个念头你越是想忘掉，你就越忘不掉，这叫做矛盾反弹。当你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原本的念头就消失了。最后你还可以用冥想的方法，每天10分钟，不仅可以提升专注力，还能改善长期顽固的负面情绪。除了被动减少端粒的磨损，我们还可以主动出击，让端粒更耐磨。一、锻炼。什么样的锻炼对端粒最好呢？书中提到3种。第一种是有氧耐力运动，比如慢跑、游泳、骑单车，每周3次，每次45分钟，坚持6个月，端粒酶的活性可以提高1倍。第二种是高强度间歇性训练，就是高强度运动跟修复运动交替进行，比如快跑3分钟，慢跑3分钟，再走路10分钟，这个流程每天重复4遍，每周3次。第三种是阻力运动，就是力量训练，比如举重。二、睡眠。人在睡眠的时候，身体会进行一系列的 DNA 修复、排出废物等生理活动，所以睡眠真的很重要。那睡多久好呢？研究发现，每天睡眠时长最好在7个小时以上，当然也有些人例外，每天睡4到6个小时就够了。我们可以用睡眠革命里的一个方法来测试，先按照每天7.5个小时，也就是5个睡眠周期，每天固定入睡和起床时间，观察1周的精神状态。如果每天都起不来，就增加1个周期，反之减少1个周期。另外，睡的早晚时间的长短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但是一定要符合自己的昼夜节律，就是生物钟。晚上困了不要硬撑，早上醒了也不要硬睡，因为你的身体比你更了解你的生物钟。3、体重与饮食。我们来看看这2位女士的身材，左边这位腿很细，但腰围很大，右边这位刚好相反。你觉得哪位女士更健康？答案跟你的审美一样，右边这位女士。其实体重跟端粒的关系不大，端粒更在乎的是肚子的大小，或者说腰臀比。有些人的肉是长在皮下脂肪，就是四肢比较胖，这没问题。怕的是胖在肚子上，这可能反映了新陈代谢水平低，会让端粒变短。怎么样调整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饮食，当然不是说把自己饿瘦，因为人体是个反脆弱系统，故意少吃虽然暂时变瘦了，但身体是越缺什么就会尽可能吸收什么，所以很容易反弹。国际上比较推崇的饮食结构叫做地中海饮食，比如应该多吃蔬菜、水果、全麦类搭配鱼和乳制品，少吃红肉、加工肉类、含糖饮料和酒类。不过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所以仅供参考，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调整。4、环境。有个科研团队研究了900位生活在九龙跟新界的人，结果发现生活在新界的人端粒更长，因为九龙是市中心，高楼耸立，车水马龙；新界是郊区，有很多绿色植物，所以我们没事了还是得多亲近大自然。老了以后回农村养老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截止目前，人类还没找到能技术性延长寿命的方法。不过通过端粒跟寿命的关系，我们至少知道了哪些行为是有损健康、缩短寿命的。在生命面前，还是要保持敬畏之心，毕竟生命的价值在于生命本身。
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最后我们可以低下头看看自己的鞋带，每次在系它的时候都可以想象端粒的样子，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健康和寿命。有些人天生睡眠质量就差，正常人躺下8到10分钟就睡着了，入睡困难户则要经历一场半小时以上的斗争。身体说我想睡，大脑说不，你不想，起来嗨，然后身体在翻滚，思绪在游荡。如果你再有个躺下去打呼的室友，这场仗没准要打到天亮。睡眠质量差的小伙伴往往被这几个问题困扰着：身体躺下了，大脑还在蹦迪，好不容易睡着了，夜里又频繁的醒过来。早上闹钟响了，才是睡眠欲望最强烈的时候，躺下8小时，真正睡眠时长也就一半。有这些症状的小伙伴默默弹幕1。那么问题来了，之前咱们聊过，熬夜睡眠不足会导致身体的各种问题。那像我这种睡眠质量差的，还有由于工作学习睡得晚的，岂不是天天都在慢性自杀吗？今天咱们就聊聊几点睡才算熬夜，睡多久才算睡眠充足，熬夜又如何补救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几点睡才算熬夜？首先还是要从昼夜节律说起。人为什么自然而然的想要睡觉，还知道在什么时候醒过来？就像体内有个时钟一样控制着我们的作息，这个时钟就是昼夜节律。 Why We Sleep 这本书提到，地球上但凡寿命超过几天的物种都会产生这种自然的韵律循环。每一天我们大脑深处的内在时钟会把节奏讯号传递给大脑和身体的每个器官。另外大脑内还会积累一种能产生睡眠压力的化学物质，白天慢慢积累，到了晚上睡眠压力达到峰值，你就犯困想睡觉了。既然昼夜节律控制着我们的作息，那改变昼夜节律是不是就能科学到熬夜了？为此科学家们做了一些极具挑战性的实验。第一位系统性研究睡眠的专家克莱特曼和他的学生理查德，他们把自己关在常年不见日光的猛犸洞穴整整32天，来研究影响昼夜节律的因素，以及试图改变昼夜节律。就这样，他们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发现自己并不会在随机的时间清醒和入睡，而是按照15个小时清醒、9个小时睡眠这样的节奏循环，而且年龄不同，时间也不同。20多岁的理查德昼夜节律是26到28小时之间，而40多岁的克莱特曼介于24到25小时之间。在这项实验70多年后，科学家终于确定了成年人的昼夜节律时间是24小时零15分钟，与地球自转周期很近，所以也叫它近日节律。当然现实生活不像猛犸洞穴那么极端，外界条件会给昼夜节律这块表校准时间，包括最优先的讯号日光，另外还有温度、食物甚至社会活动。这也是为什么盲人虽然感受不到光，但也不会失去昼夜节律的原因。实际上，昼夜节律不仅控制着我们的作息，还决定了我们的体温变化、激素分泌、血压、灵敏度、心肺复苏等节奏。所有人都按照这样的循环日复一日，所以说生命真的是个奇迹。整体虽如此，但昼夜节律还是因人而异。之前咱们提到睡眠类型有2种，晚睡的猫头鹰和早起的云雀。如果再详细一点，可以分成5种：绝对晚睡型、中度晚睡型、中间型、中度早起型和绝对早起型。不同睡眠类型的人入睡和醒来的时间甚至会相差几个小时，所以熬夜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你是中度晚睡型，如果每天规律的保持在12点45分到2点之间睡觉，并且在8到10点醒来，就不算熬夜。但是这个标准对于早起型的人来说就是熬夜了。所以判断熬夜的标准应该是这3个：1. 是否符合自己的睡眠类型； 2. 作息是否规律； 3. 睡眠是否充足。当然很多小伙伴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睡眠类型，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份慕尼黑大学的睡眠类型调查问卷，已经分享在评论区，大家可以测试一下，亲测很准。接下来就是第2个问题，睡多久才算睡眠充足？很多人可能马上想到8小时，但这种一刀切的答案并不是很准确。跟睡眠类型一样，睡眠时长也因人而异。硅谷第一美女雅虎总裁玛丽莎·梅耶尔每天只睡4到6个小时，而网球传奇费德勒和飞人博尔特每晚要睡10个小时。你像我比他俩还多，不过由于工作原因从来没睡够过。不可否认，有些人的睡眠时长就是比别人长，但上班时间并不会往后推，所以每天起床就变得很痛苦。6点半闹钟一响，恨不得当场辞职，然后按下闹钟再眯一会儿。不过这一眯没准1个小时就过去了，结果1个月迟到30多天。事实上，人的睡眠时长一生都在变化，一般情况是年龄越大睡得越少。刚出生的宝宝每天能睡16个小时以上，而且由于没有形成昼夜节律，跟成人的一段式睡眠不同，他们是多段式睡眠，很可能是白天睡得很香，夜里闹得很慌。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睡眠时长是8到10小时，成年人是7到9小时。到了65岁之后，虽说睡眠时长更短了，但还是保持在7个小时左右。如果每天少于5个半小时，不利于身体的健康。究竟睡多久合适呢？这要从睡眠周期说起。人的睡眠并不是一觉到天亮，而是由非快速眼动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交替进行的。每次循环大约90分钟为一个睡眠周期，每晚睡眠由4到5个睡眠周期组成。
这项发现也是由克莱特曼和他另外一个学生阿瑟林斯基发现的。上次克莱特曼用自己做实验，这次他用自己还是婴儿的女儿做实验，不得不佩服科学家们的献身精神。他发现自己的女儿在睡觉的某些时段，眼皮下的眼球会左右移动，而夹在这些时段中间的是眼球静止不动的时段。就这样2种睡眠阶段你来我往，交替进行，直到醒来。前半夜的睡眠周期中，非快速眼动睡眠占比较大，这个时候大脑会把无关紧要的记忆剔除掉。而后半夜快速眼动睡眠占比较大，是大脑整理记忆、加强链接的时候。如果你的睡眠时间短，比如本来应该8点醒，结果由于开会提前2个小时就起床了，表面上看只是损失了25%的时长，但由于大部分的快速眼动睡眠都在后半段，你可能损失了60%以上的快速眼动睡眠，危害远不止2个小时这么简单。睡眠革命提出了一个测试睡眠时长的方案，为期1周，先按照5个睡眠周期来，也就是每天7.5小时，观察7天内的感受。如果总是提前醒，就减少1个周期，改成6个小时，再测试1周。测试期间要注意3个问题：1. 固定起床时间往前倒推，毕竟大家都得上学或者上班嘛。2. 尽可能保证规律性，周末也不例外。3. 出现意外情况合理调整，比如某一天你错过了原定的睡觉时间，就往后推90分钟，但起床时间不变，保留4个完整的睡眠周期。通过这个方法，你就能找到自己的最佳睡眠时长，你的身体会在固定的时间自然醒，完全不需要闹钟，而且一整天都精神十足。最后一个问题，熬夜了怎么补救？虽说你可能知道自己的睡眠类型和睡眠时长了，但计划赶不上变化，打个游戏加个班，看个电影约个会，难免会有一些意外情况出现。不过这种偶尔熬夜的情况不用太在意，因为你的昼夜节律可以及时调整回来。比如前一天又晚睡了1个小时，当天好像也不会觉得状态不好，可能只是晚上提前1个小时就犯困了，这是睡眠调度的结果。就是说不用过分关注每晚睡几个小时，而是关注1周有多少个睡眠周期。假如你测试自己每晚需要5个睡眠周期，1周就是35个，某一天少了1个，后面补回来1个就好了。但是如果经常熬夜或者频繁不规律的作息，昼夜节律就会发生紊乱，有时候很早就困了，有时候很晚又睡不着，而且伴随睡眠质量差、白天没精神这些情况。这就需要我们自救，尽可能把熬夜危害降到最低。1. 晚睡也应该早起。美国斯坦福大学睡眠研究中心的查德罗·奥弗博士表示，熬夜的最大错误就是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这样其实会不断推迟自己的昼夜节律，造成恶性循环。大家应该能感觉到，虽然你熬夜起得晚，但是白天跟正常睡眠的状态还是不一样，目光呆滞，反应迟钝。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计算自己所需的睡眠周期，既然达不到5个，那就保留4个，宁少不推。2. 充分利用修复期。很多人白天有午睡的习惯，其实在下午1到3点之间，睡眠需求和睡眠冲动会有个小高峰，这是个绝佳的睡眠修复期。美国交通管理局的负责人马克·罗斯坎德说过，26分钟的日间小睡能让飞行员的表现提升 34%， 灵敏度提高 54%， 所以熬夜了最好能在这个时间段进行30分钟左右的小睡，而且这30分钟是可以计入1周的总睡眠时长的。不过有个问题是，对一些人来说30分钟太短了，被叫醒下午又没精神。睡眠革命的做法是睡前喝一点咖啡，因为咖啡因起作用的时间是20分钟以后，刚好可以在你醒来的时候消除睡眠惰性。如果中午没时间补觉，还有一个修复期也可以利用，那就是傍晚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但是历史学家罗杰·埃克奇发现，在人造光源出现之前，人类是有每晚睡2觉的先例的，先从黄昏睡到半夜，再从半夜睡到黎明。后来工业革命打造了一个生产力至上的社会，别说睡2觉了，他们恨不得让你不睡觉。下午5到7点之间刚好是下班的时间，你可以在回家路上或者到家之后补个觉，同样控制在30分钟以内，太长时间会影响夜间的睡眠。3. 针对熬夜伤害补救。首先是大脑，之前咱们提到过，熬夜的第2天会有瞬间睡眠的结果，这是大脑自我保护的防御反应，所以如果你打盹的时候就停止手里的事情，让大脑休息一下，即便没有瞬间睡眠，熬夜的大脑也会变得迟钝，影响效率。你可以每工作90分钟就停下来，让大脑放松5到10分钟，摸个鱼，去个厕所，给它缓冲的机会。其次是免疫力，这个咱们都知道，锻炼身体，营养均衡有助于提高免疫力。锻炼身体要坚持，即便没有时间跑步去健身房，也可以选择骑车或者步行上下班。然后营养均衡，小伙伴们发现没，有时候熬夜特别想吃一些泡面、烤串、麻辣烫之类的，这无疑是给排毒受阻的肝脏雪上加霜，所以一定要忍住。你应该做的是多喝水，另外白天也要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尽可能减轻肝脏的负担，多吃富含维生素和蛋白的食物，比如蔬菜、鸡蛋、牛奶之类的。熬夜还有一点是影响心理健康，让你变得焦虑易怒，最好的方法是冥想。实验发现，连续8周的冥想，大脑的左前额皮质明显更加活跃，这刚好是决定快乐的区域。除了冥想，跟朋友聊天甚至打牌也有帮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神经学家玛丽安·戴尔蒙德发现，桥牌类游戏不仅能够放松心情，还能刺激免疫细胞的活动，提高免疫力。通过上面3个方法，可以尽可能的把熬夜带来的伤害降到最低。
但并不是说有了这些方法就可以心安理得的熬夜了。熬夜的伤害就像开车的一些坏习惯，短时间感觉不到什么变化，开久了就会发现3天2头得去修车厂。所以想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就一句话：作息规律，少熬夜。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